头痛绝对是身体最难搞的问题之一，很多人一头痛就会习惯吞一颗止痛药，但你也知道吃止痛药只是治标不治本。今天这部影片，我要提供你一个吃止痛药之外的解决方法。如果你周围有人经常头痛，一定要帮我把这部影片分享给他们看哦。其实我刚刚说的那个常吞止痛药的人就是我。我前一段时间起床的时候经常会头痛，后来我把每次头痛的状况用手机记下来，然后我发现一个规律：只要我前一天晚上躺在床上用很烂的姿势滑手机超过半个小时，隔天起床就会头痛。之后只要我睡前不滑手机，隔天就不会头痛了，也终于不用再吃饭配止痛药了。那我把这种头痛记录下来的行为就叫做写头痛日记，把每次头痛几点发作、痛多久、痛在哪，最好加上当天的作息、吃喝运动什么的都详细记录下来。即使去看医生，这些记录也能帮医生更容易评估你的状况。而且这种日记不只适用于头痛，任何疼痛如果你都有写日记，可以让专业人员掌握更多的线索，找出你真正的问题哦。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是最常见的2种头痛。偏头痛还有紧张性的头痛，因为它们长得很像，所以我就一起讲一讲咯。偏头痛会跟血管扩张比较有关系，所以会感觉头痛是跟着心跳一拍一拍的，会有跳动感，加上恶心想吐的感觉。那紧张型头痛就没有，紧张型头痛是你会感觉头上这一整圈都很紧，像戴了一个太小的帽子一样，把头勒得紧紧的。那你有没有发现，辨识头痛的主要依据都围绕在你的感觉上？因为这些感觉就是分辨头痛类型的关键，所以我才会强烈的建议你可以写一本头痛日记，把这些感觉一五一十的记录下来。医生知道的越清楚，越好帮你抓问题。那除了写头痛日记之外，还有什么我们能做的吗？有研究显示，紧张性头痛跟脖子肌肉上的肌痛点有很大的关系。只要把肩颈上的肌痛点解除，紧张性头痛就有机会能获得缓解哦。那什么是肌痛点呢？你应该有抽筋的经验吧？肌痛点就是肌肉里面的小纤维抽筋了。肌肉纤维很小很小，小到要用显微镜才看得到，所以它抽筋不会像肌肉一样可以马上的被感受到。一旦肌肉上累积很多肌痛点，这个地方一按下去就会痛得你哇哇叫，所以才会被叫做肌痛点。肌痛点最麻烦的地方是它会给神经错误的讯号，让大脑以为是其他地方在痛。比如有问题的地方明明在脖子，可是痛的地方却在头顶，这就是传导痛。肩颈肌肉的传导痛常是头痛的主因之一，所以要解决这种头痛，就得从肌痛点产生的源头来处理，也就是肩颈啦。肩颈的肌肉在我们面对压力的时候，会本能的缩起来，想要应付突发的状况，然后会变得浅短的呼吸来刺激交感神经，让身体一直处于警戒的状态。可是现在我们都住在水泥丛林里，又没有狮子老虎，所以这个警戒的状态毫无用武之地，然后肌肉就一直紧绷，呼吸一直很浅，交感神经一直很强，每一个症状都会加强下一个症状，变成恶性循环。那长期紧绷的肌肉很容易循环不好，这就是肩颈肌肉很容易出现肌痛点的原因。除此之外，睡不好，长时间维持同样一个姿势滑手机，也会让脖子的肌肉产生肌痛点，然后肌痛点传导到头上，变成紧张型头痛。那脖子上有哪些肌肉容易产生肌痛点呢？第一条是颞肌，颞肌在太阳穴这边，主要负责咬的动作。对一些工作压力很大、经常会咬紧牙关的人来说，颞肌就特别容易出现肌痛点。这些肌痛点会从太阳穴一路延伸到眉毛，有的时候还会痛到上排牙齿。第二条是枕下肌群，枕下肌群一共有8条，左右两边各4条。基本上只要你双手抱头，用大拇指往枕骨下方的凹洞压上去，从后脑的发际线中间一路压到耳后凸点，就可以按到这4条枕下肌。长时间头前伸的姿势会用到很多枕下肌，头越往前掉，枕下肌就要用越大的力量拉住头。如果维持的时间又长，那枕下肌会过劳，一点也不奇怪了。枕下肌的肌痛点会从眼睛的侧面传导到头部的后侧。第3条，头夹肌还有颈夹肌。头夹肌还有颈夹肌在脖子的后侧，用 V 字形夹住你的头，从上胸椎延伸到耳后，让它紧绷的罪魁祸首还是刚刚讲的头前伸。头前伸的时候，它会像一条紧绷的钓鱼线一样，牢牢地拽住我们的头。长时间下来，头夹肌还有颈夹肌就会过劳了，它们的肌痛点分别传导到眼睛的深层还有头顶上。但其实头痛最恼人的地方远不止如此。有些人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拖着拖着就变成慢性的头痛。慢性头痛会反客为主的回去，影响到大脑，让大脑过敏。过敏就是过度敏感了。那大脑过敏会怎么样呢？长期的疼痛会让大脑神经对疼痛刺激变得非常敏感，即使是轻微的肌肉紧绷，这个讯号也会被放大回传大脑。不怎么痛的地方就会变得很痛，甚至连轻轻按下去都会痛。最后，即使没有任何刺激，也会莫名痛起来。这也是一些无名痛的由来。长期的痛会让你情绪低落、疲劳，甚至抑郁。我接下来要带你做的，除了教你怎么样松开肌痛点，也会带你做一些深慢呼吸。深慢呼吸可以抑制交感，活化副交感，这样身体才能真正的得到放松。横膈膜360度深慢呼吸，将弹力带绑在肋骨的下缘。吸气时让弹力带扩张，也让腹部和胸腔360度扩张。呼气时让肋骨回缩，腹部、胸腔也要360度回缩。整个呼吸过程延长到10秒，吸气3秒，吐气7秒。过程中吸气要保持放松，不要耸肩。想象气球放在胸部里面360度膨胀，身体各部位都不能有肌肉紧绷的感觉。如果你发现自己吸气太过用力，或因为想要吸更多空气而紧绷，那这个时候就要减轻吸气的力道。整个呼吸过程中的关键是全部的肌肉完全没有紧绷感。通过练习横膈膜360度深慢呼吸的方式，可以提升进气效率，让身体的氧气量增加。再借由拉长吐气的方式，提升副交感，抑制交感，放松压力，减缓焦虑。肌痛点按压，头痛的肌肉我们可以按压的有头夹肌、颈夹肌、枕下肌、颞肌。头夹肌，一开始坐在椅子或瑜伽垫上，不要驼背，双手放在耳后凸点，往后1指幅的位置。从这边开始，我们要先按压头夹肌，第3指跨在第2指上，用指腹的位置伸压之后，左右轻微移动，抽开这边的肌肉。只要感觉酸酸的，就可以多按几下。满分10分的疼痛，只要按压5到6分就好。每个点按压12下，然后往斜下移动，直到接近肩膀连线。如果有按到酸痛的地方，而且又刚好有头顶的传导痛出现，就可以多按几下哦。接着我们来按压颈夹肌。颈夹肌的肌痛点主要位于胸锁乳突肌正后方的上1/3位置，因此要定位这个点，我们首先要先找到胸锁乳突肌。如果目标是按压右侧，先将头往左侧转，然后将手放在太阳穴前，头部向前推，这时候就会看到胸锁乳突肌的肌肉纤维。确定胸锁乳突肌的位置后，找到它上方1/3的位置后方。从这边开始，慢慢往斜下按压，一个点按压12下，直到按到肩膀的地方。颈椎后侧的头夹肌还有颈夹肌都会因为低头滑手机或者是头前伸的姿势，呈现一直被拉长，像是钓鱼线一样拉住你的头，这样肌肉最容易酸痛了。所以你的工作是需要用电脑的人，可以每天按压保养这2条重要的颈部后侧肌肉哦。枕下肌按压，首先我要带大家找到枕下肌群的位置，手沿着颈椎往上摸，往上摸时顶到的骨头就是枕骨，大概就是发际线的位置。枕下肌群就是藏在枕骨骨头上，用大拇指指腹从后脑勺的中间开始按压，按压住后左右移动12下。或用大拇指按着，4指包着头，缓慢抬头和点头12下，一直压到耳朵后方。满分10分的疼痛，只要有5到6分就好。枕下肌群紧绷会影响供应到脑部的血流，使血流没有办法传到脑部，导致脑部长期缺氧。当血液供应不良，就会出现头痛、头晕、耳鸣、晕眩的症状。最常见的就是慢性头痛和肩颈酸痛了。颞肌按压。颞肌在太阳穴附近，从耳朵上方到头顶侧边。一开始把手指放在太阳穴，
可以先咬紧牙关，这时你会感觉到颞肌膨起来了。接着用2、3、4指的指腹将太阳穴的周围做圆周的运动，直到按压到覆盖整个颞肌。如果你感觉到特别紧绷或者是痛，可以在这个区域进行更集中的按压，但记得不要太大力哦。1点12下，满分10分的疼痛只要有5到6分就好咯。深层颈椎屈肌训练，这运动可以训练颈椎深层屈肌的力量，除了可以矫正颈椎曲度，也可以增加颈椎稳定，减少其他颈椎肌群的压力。一开始靠墙，这个动作可以稳定下半身，减少颈椎的负担，保持背部挺直，眼睛平视前方，下巴后缩，头顶长高，后脑勺往后顶墙，想象要有一根丝线拉着你的头往天花板的方向延伸。注意一下，这个动作不是单纯只有挤双下巴而已哦。你可以想象你的头是一个轮胎，轮胎在墙壁上空转的样子，保持这个姿势10秒钟。放松，恢复原来的姿势，一组12次，1天做3组。接着翻身，手臂往前举高90度，手肘往前推墙壁，将肋骨还有肩胛骨贴平。往前推的动作可以诱发前锯肌，增强肩胛骨的稳定。接着保持背部挺直，眼睛平视前方，下巴后缩，头顶长高，想象有一根丝线拉着你的头往天花板的方向延伸。一边推墙壁，一边让脊椎往上延伸，保持这个姿势10秒钟。放松，恢复原来的姿势，一组12次，1天做3组。肩胛背肌综合训练，颈部容易出现肌痛点的原因跟背部没有力气也有很大的关系。放松完颈部，别忘了再做一些背肌的训练哦。一开始侧躺。双脚弯曲，将肩胛骨转1圈，想象收到后下口袋，但不要过度用力压肩胛骨哦。接着拿一个保特瓶，将上臂前臂平行地板，慢慢的把手抬高到150度，速度越慢越好。过程中肩胛骨尽量保持稳定，不要过度前凸或后收。这个动作可以很好的诱发中下斜方肌，放松过度紧绷的耸肩肌群，减少肩颈的压力。那帮大家总结一下，紧张型头痛和偏头痛的原因跟你的生活形态和压力很有关系。维持同样一个姿势太久，又要面对很大的心理压力，肩颈会一直保持在紧绷的警戒状态，肌肉疲劳就会产生肌痛点，然后经由传导痛痛到头上。要缓解这类型的头痛，我们可以通过深慢呼吸来唤醒副交感神经，并且时常放松那些容易出现肌痛点的肌群，训练背部肌肉，让肩颈不要这么容易过劳。通常健康类的书都会有一段免责声明，但我在身体除痛手册上面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免责声明。他说，最需要为自己健康负责的人就是你自己。我知道不可能每个人都能当医生或者是治疗师，但面对自己的压力还有疼痛时，其实也不是束手无策。我们可以透过疼痛日记来追踪自己的身体状况，让医生还有治疗师更好地运用他们的专业来帮你解决问题。而且唯有自己才能让生活形态产生真正的改变。那希望这部影片中这些控制压力还有缓解疼痛的小技巧，能成为你提升生活品质的关键钥匙。那以上就是这部影片的所有内容啦。如果你觉得对你有帮助，可以帮我分享给你身边正遭受头痛困扰的朋友，这对他还有我都会有非常大的帮助。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啦，拜拜。